亨利，如果你能见到他，请你转告他，我也在找他。我先出去了。干什么？让他走！哎，佛爷，抓住这个女人就能找到李亨利了吧？老子还没有到抓女人的那一步，把人都派出去，一定要找到李亨利。李亨利！喂！你怎么把他东西扔出来啊？人都不回来了，留着东西干什么呀？占地方！你怎么知道他不回来啊？他还敢回来吗？也不看看外边多少人因为他亏了钱，就等着跟他算账。那你们赚钱的时候不念人家的好，亏钱了你找人家麻烦，有你们这样的吗？你这个人脑子有问题啊！怎么还帮他说话？他现在是彻底完蛋了。彭小姐死了，他在华商银行的靠山也就倒了，股票也垮了。我要是他，有多远我就跑多远。我告诉你啊，东西赶紧给我收拾好，不然我回来收拾你。彭董事长，我来晚了，实在对不住了。彭董事长，我知道令千金的事情让你十分难过。若不是事态严重，我也不会打扰你。金局长，无需多言。彭某虽然不才，可精忠患疾，我还是分得清的。那我就不客套了。好，请。各位，彭董事长他是从美国回来的。在美国的时候，曾经有华尔街投行的高管经验。今天特地请彭董事长来，就是给大家分析一下这个白银法案到底是什么来头。请。各位呢都是金融界的精英，我彭某人本不该造次的，但是现在情况紧急，我又受秦局长之托，那在下就说一下我的拙见吧。美国国会昨日刚刚通过了白银收购法案，开始向全世界收购白银。美国此举旨在抬涨白银价格。哎，你们说，这白银价格上涨，是不是袁大头就一个当两个花了？亏你还是学经济的，这都不明白吗？股市暴跌肯定跟他有关系啊！扯呢！我上个礼拜刚进去，我这点家底啊，全投里边了。李伯清推荐的股票你也敢买啊？七唱八戏九吹手，那是老话。要我说呀，他说的话绝对没有姚姐的话靠谱。不对呀，我这次是跟着那个股神李亨利买的，人家现在是庄家呀。李亨利呀，现在自身难保了吧？你跟着他买，我看裤衩也收进去了吧？不行，我得去趟交易所。哎，算了，交易所你现在去也挤不进去。啊，你要想跳楼，天坛还有位子，尽早。小安，安哥，你一定有办法，救救我啊！救救我！想知道？啊！忘了，我是霞飞路荷花酒，我请客。哎，对，大家都知道，全世界呢都在受经济危机的影响，而美国更是首当其冲。在鄙人看来，白银收购法案就是美国总统罗斯福为了结束经济危机、结束大萧条而采取的一种手段。他们的做法很简单，就是由美国财政部出面，高价收购白银。这样做的后果呢，只有一种，就是全世界的白银都会流向美国，而美元呢，则流向全世界。这样一来呢，美国的商品就会流向全世界，而走出经济危机的影响。没有白银，我们就印纸票了。印钞机是我们的，反正都是纸，想印多少印多少。你也是猪啊！没有储备金的情况下滥印钞票，那只有一种结果，就是通货膨胀。那你说怎么办？这么跟你们说吧，
以后呢，你要是早上起来下楼买碗豆浆，买根油条，就要提1箱子的钱。是啊，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抓住机会炒作外汇，挣点美元？哎呀，现在是我们经济生死存亡的关口啊，哪还有精力炒作呀？彭董事长，那您的意思是？可能各位还没有听明白，白银收购法案是美国把经济危机转嫁给全世界的一种手段，而首当其冲影响的就是中国，因为我们中国的主要货币就是白银。这样一来呢，我们中国好容易有点起色的经济状况会有崩盘的可能，因为我们没有白银可用啊，都被收购了。哪来那么多钱收购白银啊？你真是猪啊！钱是什么？钱说白了就是纸，印钞机在别人手里，自然是想印多少就印多少，是不是？印完了之后再去买白银，那又怎么样？怎么样？美元现在是风行天下了，每个国家都拿着美元呢。但是这个钱要花出去才叫钱，对不对？花不出去它就是纸。每个国家想要把钱花出去，自然要去买东西。在全世界商品最多、最发达的国家是哪个，就不用我说了吧？又是美国。各位，我们有可能将要迎接一场经济上的严冬，美国大萧条有可能会在我们国家重演，而首当其冲的就是我们金融界，那么有可能面临一场银行倒闭的风潮。几家大行呢，可能稍好一点，那很多小银行将会更惨，有可能会尸骨无存。彭董事长未免过于危言耸听。股市就是经济的晴雨表，今天股市开盘啊，已经验证了一切。所以我问你，股票是什么？先喝点水。什么是股票？股票卖的是什么？就是个市场预期，对不对？什么是市场预期？庄家算计散户，散户算计庄家，这就是预期。但是你们算计来算计去，最终还不是让国家给算计了吗？所以你说这个市场能不完蛋吗？那接下来怎么办啊？接下来啊，接下来我告诉你，就是市场崩溃，银行倒闭，你们所有人的钱通通打水漂。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。现在天台还有位子，要跳楼赶紧去。安哥，之前没看出来啊。哎，对，你懂得比李伯清那个老东西多多了。我们下次就跟着安哥干。行啊，只要还有下次。各位，总之我认为啊，这是帝国主义对咱们中国赤裸裸的掠夺，所以我辈应该同心同德，共赴国难。彭董事长是位金融奇才，精通美国的金融政策，党国必将委以重任，还望大展拳脚。是，这说的有道理。是。当务之急就是要阻止白银外流。我呢，仅代表华山银行的几位董事向大家表个态，我们会采取一切措施阻止白银外流，稳定股价。只要上海的经济不乱，上海就不会乱的。对，有道理，非常有道理。心情不好呢，想喝就喝点吧。都是人，谁还没有个心情低落的时候啊？我陪你喝。
上海，中国。我生在一个如此冰冷残酷的年代，为了生存，我们伪装，我们践踏无数具尸体。洛施特，他根本就不适合生存在这个年代。他这么单纯，那么善良，你知道他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吗？他跟我说过，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我可以带着他离开上海，就这么简单。可我能怎么做？我们是特工，老爹从小就教导我们，要完成任务，要杀敌，要保家卫国。但我们连最根本的保护身边的人、保护这些脆弱的生命都做不到，我们全都是屁。若是他把未来寄托在我身上，可我给过他什么呢？说不尽的谎言，还有最终的死亡。如果他没有遇到我，他现在肯定还是好好的活着，说不定他还能遇到一个人，带他离开上海，在遥远的某个地方，无忧无虑的过着开开心心的幸福日子。我知道你为什么来找我。故事崩盘了，弥勒，满世界的人都在找我。但你要真是为我好，就别管我。弥勒君，请坐。弥勒君，这么晚还叫你过来，你知道是为了什么吧？这次的确是我大意了。不过中国有句老话，有赌未必输。只要上海滩经济不垮，这些钱早晚我能赚回来。是吗？我记得弥勒君之前也是跟伊藤会长这么说的。可结果呢？3000万一转眼一分不剩。我听说你的心腹李亨利也不知所踪了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们中国还有句俗话，叫明人不说暗话。弥勒君，如果被我查出来李亨利是受奶之时窃取了这3000万，那么到时候就别怪我不讲情面了。如此说来，村正军是不相信我的为人了。我弥勒能在上海立住脚，靠的就是一个信字。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别说是3000万，就是6000万、9000万，我既然答应了跟你们合作，我就绝不会背后做手脚。村正军把我看作是一个小人，那我们就没有再继续合作的必要了。告辞了。你不会以为他们能拦得住我吧？佛爷，我想你误会了。我们帝国未来还是希望可以和你合作，只不过这次损失了3000万，我不得不多问几句。既然佛爷这么说了，那么如何弥补这3000万的损失，还要请你多想想办法。这话就算你不说，我也会做的。别忘了，这3000万里边还有我
一份。那是自然。用你们中国话说，我们现在是一条船上的人了。所以今天请你过来，其实是有个人想见你。谁？早说了这个李亨利靠不住，现在3000万也没了，他也没影了，谁知道是不是投靠弥勒去了？李亨利不可能。那他为什么到现在还不出来解释呢？那是因为他太伤心了，彭若诗死了。佳琪，我怕你去跟踪弥勒的人回来怎么说？我们跟了弥勒一整天，发现他也在派人到处找李亨利。我就说吧，李亨利不可能干这种事的。就算他没有叛变，也不排除另外一种可能性。你什么意思？只是我的一个想法，没有证据。我觉得这次股市崩盘也在他的计划当中。你凭什么这么说？处理的命令，说白了就只是要钱，别的不问，对吧？我认为李亨利，他不只要钱，同时他还要借这次股市崩盘揪出潜伏的内奸。李亨利不会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你的意思是，这些都是他计划之内的？为什么不呢？如果可以赔掉弥勒的家底，那么银行上层的内奸就会出来救场。李亨利怎么可以如此置上级命令于不顾？一切只靠自己判断形势，这样无组织无纪律的人，怎么可以当特工？他也太不把我们当回事了。我说你们也不想想，李亨利是神仙吗？他怎么知道股市会崩盘啊？他既然可以在股票上面故意挣钱，当然也可以故意赔钱。那他怎么知道美国国会会通过白银法案？我觉得阿香说的有道理。如果像你说的，李亨利要赔光弥勒钱的话，连罗斯福要签署法案他都知道，那他也太未卜先知了吧？白银法案那么大的事，又不是第一天才提出来的，他已经在国会里面博弈了那么长时间，稍微有点国外消息来源的都可以追踪啊。就算你没有消息来源，你买份报纸看看总可以吧？一旦法案提上了日程，那么只有2种可能性，要么通过，要么不通过。我觉得他没有那么大本事。不可能。怎么不可能啊？这就叫赌。既然要见我，为什么躲着不出来呢？弥勒兄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你是又见到我的面了，可我从来没见过你的面。到适合的时候，你自然会见到我真面目的。有话直说吧，叫我来干什么？弥勒兄是个痛快人，那我就不绕弯子了。这次股市震荡，3000万瞬间蒸发，难道弥勒兄没有什么特别要向我交代的吗？你要我交代什么？我把我的一家一档全搭进去了，你以为我不着急吗？这笔钱，帝国志在必得。我们当初选择和你合作，就是看中你在上海金融界的影响力和手腕。弥勒兄，有句话你应该听过：上山容易，下山难。我帝国这座高山，可不是你想上就上，想下就下的。哼，你是在威胁我？随便你怎么理解吧。总之，在约定的时间内，如果你没有替我们拿到这7000万，后果可能会比你想象的更严重。不要吓唬我，我弥勒可不是被吓大的。我再说一遍，既然是合作，那我答应你的事，我一定办到。眼下就是遇到天大的困难，我会想办法解决，但不是为了你，是为了我自己。告辞。
虎，刚刚那些话，不只是对弥勒说的，也是对你说的。这次事态，军部高层非常不满。如果你不想办法尽快消除他们的愤怒，会有什么样的下场？我想，你比谁都清楚。属下明白，请压天斗阁下转告，属下一定尽力弥补。只不过什么？弥勒这个人我最了解，刚刚您那么威胁他，恐怕会适得其反。他不过是帝国的奴隶，你在他身边潜伏了这么多年，难道你还不能控制他吗？妖狐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阁下，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。现在弥勒的这只股票，短时间内是不可能有转机了。他还赔了家底，欠了2000万。就算银行不追究他，日本人也绝对不会饶了他。弥勒是个聪明人，他不可能跟日本人正面冲突，所以他唯一的办法就是找到钱填补这个亏空。3000万，我就不相信他弥勒还有什么办法能起死回生。你可别小看他，他能走到今天，靠的可不是运气。安公子说的很有道理。根据我们的情报，如霜在明源圈设下的圈套，这应该是他们唯一的退路。所以阿香，你要想办法揭穿如霜的骗局，我们就能断了弥勒的退路。组长放心，我一定完成任务。这次任务很艰巨，本来想让李亨利配合你工作，可是他能不能活过今晚还不知道呢。哎，说不定明天一早我们能在头版上看到他。你能不能别诅咒他？弥勒这次可真是输红眼了，他现在所有的手下都在找李亨利，而且弥勒还说了，格杀勿论。阿香，阿香。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个杀人魔。你们知道我这双手背负了多少血债吗？好啊，既然你们都来了，那我们今天就拼个痛快。
玄武，你在跟谁说话？是在跟我说话？这里除了你还有谁啊？你到底想隐瞒多久？怎么不说话了？没什么可说的。李亨利，我想跟你玩个游戏，条件跟上次一样。如果文字冲上，我随便你怎么骂，绝不还口；如果图案冲上，我答应你一个条件。无聊。李亨利，当我知道自己不是特工玄武的时候，我挺不服气的。我跟了老爹这么多年，论身手，论智慧，我不输给任何人。但是跟你执行了几次任务之后，我才知道，老爹为什么要把特工玄武这个称号给了你。玄武，龟蛇相伴组成的灵物，通阴阳、辨是非、断生死，他维护公道、主持正义，能担当起这个名号的人，势必是有大爱之心。你知道为什么在执行任务的时候，我们这么多人不遗余力地去支持你、去配合你吗？因为你肩上的责任比我们所有人都重，而你要完成了这个任务，将会给上海以及上海的老百姓带来巨大的福祉，而这也是老爹临终前对你唯一的愿望。我知道彭若诗死了，你很自责，可这是一场战争，是战争，势必就会有人牺牲。若诗是无辜的，如果不是我接近她，利用她，她也不会死。他会，只是晚死几十年，而不止今天是他。如果为了完成任务，我、孙组长、戴佳琪、安公子，我们特勤组的所有人都会毫不犹豫地去死，因为玄武是所有人的希望。任何人都可以倒下，唯独玄武不能。我不是玄武。我不管你承不承认，我知道你就是。你看看你今天的样子，你对得起自己吗？对得起死去的老爹吗？酒精只能麻痹你的身体，却麻痹不了你的心。什么意思？自从我跟了佛爷那天起，我的这条命就是佛爷的。你想要，随时可以拿。
何必动用这么多弟兄？话说得好听，既然你都说你的命是佛爷的，那昨天为什么要反抗？我的命是佛爷的，只有佛爷能杀我。口气不小。不过在我看来，你这些话都是借口。我知道，我犯下了大错。可股市崩盘，谁也没想到，都怪我急功近利，酿成大错。李亨利，当初是你怂恿佛爷把那些钱放入股市的，还赌咒发誓一定能赚大钱。可这边股市一崩盘，你连人影都不见了。现在走投无路了，却来说对佛爷一片真心，你这出戏唱的未免也太假了吧？我知道，无论我说什么，也无法重新获得佛爷的信任。但我想用我的这条命来给佛爷谢罪。住手！你刚才跟我说，你的这条命，除了我，谁也拿不走。是的。拿过来。给我。把枪放下吧。说吧，这几天都去哪儿了？我哪儿都没去，我在给若诗守灵。哼，还是个情种。我只是后悔，若诗还活着的时候，我没有好好对待她。人呐，总是失去了才后悔，可对眼前的一切，却都不珍惜。这一切都是我的错。若诗死了，我活着也没什么意义。可你是我的人，我把那笔钱交给你，让你负全责。那照你的意思，你是说我佛爷有眼无珠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不要再说了，股市崩盘，不是你我所能控制的。我还是那句话，你是我的人，当务之急，我要你想办法把钱全部给我赚回来。是佛爷。对不起啊，你走路不长眼啊？哟，这不是股神少东家吗？哎，你这意大利西装呢？怎么不敢穿了？穿这么旧的一件工服，跟我们混成一样的了。嘿，哎，别走啊！撞了人不知道把东西捡起来啊？还真以为自己还是少东家呢。看什么看？捡啊！就因为他这还差不多。我告诉你啊，以后骂你就得稍息，打你就得立正，你听明白了没有？嘿。
你干嘛？不好意思啊，我刚才没看见这有个人，我还以为是条狗呢。你居然骂人！哎，你可千万别对号入座啊！我呢，只是谁搭腔我就骂谁。你刚才怎么回事啊？这你还没看出来？他在银行的日子算是到头了。这个节骨眼儿，你还是别再跟这个人有什么关系了。哎，不是说佛爷不怪他了吗？可是还有董事长呢。你想啊，他前2天多神气啊，又是股神，又是董事长追女婿的。可是现在呢，什么都没了。我跟你说啊，你还是好好劝劝他，自己辞职算了。等到被开除啊，多没面子。开除？啊？谁要开除他？这不明摆着的事吗？全银行上下都传开了。这李亨利被开除是迟早的事。我要是他呀，我才没脸来上班呢。不会吧？董事长这么小心眼儿，公报私仇啊？人家董事长是不会跟你这个小职员计较的，但是下边有的是秉承上意、见风使舵的小人呐。你不信？不信咱走着瞧吧。安利哥，又来找佛爷呀？啊，佛爷他在吗？真不巧，佛爷他有事出去了。他有没有说什么时候回来？哟，这个就不好说了。你有什么事，我帮你转达吧。没事，我再过来吧，谢了。先生。先生，你既然相信他，为什么要晾着他？你知道驯鹰的人是怎么熬鹰的吗？猎鹰生性孤傲，很难驯服。驯鹰的人抓到鹰之后，会一连几天不让它睡觉，直到它身上的野性一点一点全部磨光。你是说，李亨利就像猎鹰？至于他将来能够飞多高多远，我不好说。可眼下，我就是要去他身上的野性，在我手底下做事，最要紧的是得听话。我知道了，像李亨利这样的人，就该挫挫他的锐气。你只说对了一半儿。夜已深，任眼泪去翻滚，临睡前谁为谁留灯？为情困，善意有时残忍，爱在承受着误会伤痕。这段爱就像火焰，拥抱并不是体贴。你像亲吻，它就熄灭，瓦解一切。我们都自卑，远方却好累，来不及说爱你，眼泪流得太快。数不开的结，推的比陌生人还远。反正自己强烈的缺。